有这好事？那你用心观看，先别说话了。淡淡为之狂喜。秘技武技什么的，楚风如今也能打造，可楚风能够轻松打造的，也都是弱于他现在掌握的。若想要打造他现在可用的武技，难度就比较高，但若花费足够时间，楚风也能做到。只是楚风不愿意花费时间在这个上面，毕竟这些东西前人已经创造了很多，也留下了很多。楚风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，简直忙得就像个陀螺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因此，对于武技之类的手段，楚风更喜欢捡现成的。所以，打造武技也好，秘技也好，楚风虽然没有打造过，可淡淡很清楚，楚风确实也能做到。正因如此，眼下楚风的激动，才让淡淡意识到，楚风所说的打造秘技之法，必然非同小可，定是楚风所不会的手段。这便是淡淡在楚风开口后，没过多询问，反而是催促楚风不要说话，认真学习的原因。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，很快，那些围绕着王强的气焰全部进入了王强体内，随之王强便如复活的猴子一般，噌的一下从地上跳了起来，直接跳到了楚风面前，双手抓住楚风肩膀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，大嘴更是都快咧到后脑勺了。我擦，兄弟，这真是好东西啊！成了？楚风笑着问道。必须的，来，给你瞧瞧。王强说话间便捏动法诀，下一刻，其体内窜出4道气焰，直奔空旷之处。随之，那4道气焰幻化成4只巨大无比的凶兽，虽是滚滚气焰所化，但却威势滔天。那正是四凶的形态。最关键的是，这4只凶兽每一只都蕴藏着极其强大的攻杀之力。楚风看出来了，这秘技是围绕着王强的4凶神体打造的。怎么样，兄弟，我这秘技威力如何？王强笑眯眯地说道。很强，依我看，比寻常的3段神境更强。楚风说道。兄弟好眼光，此技威力确实够狠，不过多亏兄弟你啊，不然我也不能获得如此厉害的秘技。话到此处，王强的脸上却涌现出了些许歉意。兄弟，真不是我娘们唧唧，而是这好东西你给我了，我心里总是有些不是滋味，毕竟你也是修武者，这东西谁不想要呢？此言差矣，我也有收获，并且也许是对我来说更好的收获。楚风说道。你也有收获？什么收获？王强不解。我的收获比你的大，你只是得到了一个秘籍，而我却得到了可以增进我体内秘籍的方法。随后楚风便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王强。我擦，害的是你啊兄弟，就在我那秘籍制作的过程中，你窥探出了如此奥秘啊！王强再度笑得合不拢嘴。换做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这里有2个好处，一个是直接打造秘籍，一个是传授打造秘技之法。可王强的脑回路与常人不同，也可以说是对楚风的了解，所以他便觉得好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他打造秘籍。只是打造秘籍的过程恰好被楚风看到了。楚风凭借强大的领悟力将这个方法记了下来，也寻得了一些运用之法。这感觉就像是一个高手打拳，一群小孩子看，大多数小孩看个热闹，但其中有些天赋的也许就能记下那么几招。楚风就是有天赋的，但他不是有些天赋，他是极具天赋。这可以说是楚风运气好，恰好看到了这一幕，所以才有机会学习。但又不只是运气好，若没足够的能力，看到了也白费。说起来，我得到了远古战族的9大秘籍，虽然那秘籍不弱，但我总觉得不够完善。此法倒是让我有了完善那远古秘籍的办法。这个方法学来的还真是时候。兄弟，你等等我，容我来改造一下我所体内那9大秘籍。楚风说话间便盘膝坐下，捏动法诀。很快，他的周身出现武力快速缠绕，与先前围绕着王强气焰情况很是相似。但是并未多久，又从楚风体内钻出数把冰刃，那冰刃的形体正是远古战族的9大秘技的形态，只不过数量可远不止9个那么简单。毕竟楚风可是将远古战族现存的所有9大秘技全部收入囊中了。那些冰刃跟随楚风的武力围绕着楚风缠绕，但却又不会相互碰撞。虽然数量极多，但都有着各自的轨迹，只不过这轨迹却也在来回变化，是楚风在调试，寻找一个适合他们的完美规矩。我去，这么复杂！王强端坐在一旁，看得目瞪口呆。他看出来了，这就是楚风刚刚学来的精进秘籍的方法。但扪心自问，这么复杂的方法，他是肯定学不来的。可他也是修武天才啊，一时之间不免对楚风再度升起佩服之情。而事实上，楚风这个情况持续了很久，竟足足持续了3日时间。3日时间之后，楚风终于法诀变化，刹那间，所有围绕着楚风的武力以及冰刃光影都涌入楚风体内。
楚风却起身叹息一声：“咋了？失败了？”王强瞪大眼睛看着楚风，过于自信了，根本未能学到真谛。秘技是改造了，但战力未能达到预期。楚风说道：“兄弟，要不我将我这秘技给你？”王强说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我还有后手。”楚风说话间拿出了一张古老的符纸。说起这张符纸也是大有来头，祖武天和大千上界有着6大神技，分别是元海神山、九月神域、紫阳神功、虚空神术、缥缈神门、暗夜神河。楚风离开祖武天河之前，恰逢暗夜神河浮现，便进入其中。也是在那里遇到了当初受其奶奶所托，将其父亲楚轩辕送回楚氏天族的宋雨薇。宋雨薇当初也是将楚轩辕送回楚氏天族后，遇到了暗夜神河开启，觉得暗夜神河蕴含机缘，便踏入其中，不曾想却被困在了里面。而楚风在暗夜神河除了遇到宋雨薇，还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白大人。那白大人曾给宋雨薇一张符纸，极大的增强了宋雨薇体内秘技的威力。白大人临别前也给楚风留下了这样一张古老的符纸。但楚风不知道的是，其实那位白大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名为八卦道仙。白前辈，您给晚辈的东西终于到了它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楚风望着手中这张符纸颇为感叹。想当初刚得到这张符纸的时候，楚风是想给魔尊灵士使用的，只是当时魔尊灵士不理楚风，楚风便想给远古战剑使用，可因为远古战剑级别太低，也无法与这符纸相容。到了后来，楚风倒是知道魔尊灵士不肯为自己所用的原因了。楚风倒是能够逼迫着魔尊灵士为自己所用，可是想到魔尊灵士是嗜血魔尊的一部分，而嗜血魔尊又藏在王强体内，心怀鬼胎，楚风决定还是先不融合魔尊灵士。倒是眼下他重新打造的远古战族9大秘技，楚风觉得他设计得很好，只是这些秘技毕竟只是复制品，所以威力上差点火候。而这张符纸刚好可以用来增强这秘技。楚风催动符纸进入体内，融入秘技之中，不仅仅是诸多远古战族的9大秘技，也包括楚风之前得到的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，早已被楚风融合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秘技。我去，这符纸的力量好强啊！融合之后，楚风也忍不住发出感叹，他甚是满意。同时他也不由得去想，那白大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，怎么能如此厉害的符纸随随便便的就送人？兄弟，搞定了？王强上前问。不仅搞定，而且超出预期。楚风说道。那与我这秘技比如何？王强问。只强不弱。楚风道。真假呀？比划比划。王强问道。算了，怕你伤自尊。楚风道。哈哈，我就喜欢你这股自信劲。王强笑得比楚风还开心，毕竟那秘技本来是属于楚风的，楚风非要给他，他多少受之有愧。现在好了，楚风也有所收获，那他也能心安理得收下那秘技。兄弟，这里面倒是还隐藏着一些有助于血脉的力量，数量很多，但效果很差，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鸡肋，所以你已经没有必要留在这里，你先出去等我。楚风对王强说道。兄弟，你要干啥？带上我呗。说好的患难与共吗？王强说道。患难与共是没错，但是有时候有些事能一个人扛便一个人扛呗，咱也不能没苦硬吃啊，对吧？楚风说道。你这话吧，乍一听很有道理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呢？王强道。放心吧兄弟，我可以顺利出去的，你别忘了，对于这里我已是了如指掌啊。楚风转动着自己的手掌，表情也是有些显摆。哈哈，爷爷也是，那我出去等你。王强也不墨迹，应下之后便通过来时的密道直接回到了第1层。至于楚风则是看向了大殿的顶端，那庄严的顶端其实隐藏着一个密道，只要破开那个密道，便可以进入太古血脉塔的最顶层，那里便有神路所需要的东西。而破开的方法很简单，与召唤那些铁片阵法一样。其实若能从9色雷霆球中领悟到，这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去，若是领悟不到，便也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。楚风捏动法诀，将血脉之力融入其中，下一刻大殿顶端便化作机关阵法，层层开启，出现了一个入口。入口很小，若是太胖的话甚至都进不去，但只要有一个缝隙，楚风都能够凭借精神力去观察那最顶层的情况。轰！可楚风还来不及观察，一股无形的冲击力便自那空间洒落而下，充斥了整座大殿。那冲击力很强，楚风不仅身体受到了极大的限制，也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，就连骨头都在滋滋作响。幸亏王强离开了，不然真要和楚风一起受罪了。楚风调整片刻，也适应了这股冲击力，
原本想观察顶层情况，却发现精神力无法穿透那股压力，干脆便一跃而起，从顶部的入口直接跃入了太古血脉塔的最顶层。这里是一座大殿，面积比99层还小上一些，但四周墙壁皆是白色，白的彻底，白的都快看不到墙壁，仿佛没有边际，观感有些神圣。但也正因为到处都是白色，所以楚风的目光直接锁定在了此地的中间区域。在那里有着一抹不同的颜色，金色。一棵金色的草悬浮于大殿中心。前辈，是此物吧？楚风问。是，只是没想到这座塔内竟是金色的。神鹿道。金色是很厉害的吗？楚风问。是，这种金色的草我还真听闻过，获取它的方法很简单，只要能够接触到它即可。只是当他察觉到你想得到它，它便会释放出强大的力量攻击你，那力量越是靠近便会越强，并且绝对不能运用任何手段隔空取物，不仅会失败，还会被直觉剥夺获取资格。神鹿提醒道。前辈，还好你提醒了，不然我还真打算先试试能否隔空获取了。楚风一阵后怕，因为以他的观察力，竟丝毫没有发现此物绝对不能隔空获取。楚风，虽然此物被摆放于此就是供人获取的，但这种级别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的修为能够触碰的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自己判断，若是不行，莫要勉强，不可因小失大。神鹿提醒道。前辈放心，晚辈有分寸。楚风说话间便布下了一座链接第99层宫殿的传送阵法，若自己承受不住，可直接传送回第99层。嗡！然而就在传送阵法刚刚布置完成之际，那棵金色的草就像是感受到了楚风一样的意图，突然散发耀眼的光芒。那光芒具有极强的破坏力，只是顷刻之间，楚风的皮肤、肌肉、骨骼都被炼化开来，就连灵魂也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楚风，你怎么样？淡淡与神鹿的声音同时响起，他们都看到楚风的肉身在一瞬间便被瓦解，只剩下了灵魂体。无碍。楚风回道。真的无碍吗？你的肉身都没了。淡淡不太相信。楚风，莫要勉强。神鹿也是劝道。其实吧，确实有点压力，但我楚风就是皮糙肉厚，别的可能不行，但若考验我的意志力，那我只能说这东西就是给我准备的。楚风说话的时候嘴巴都有点不利索了，可嘴角却还挂着倔强的笑意。短暂调整片刻，他便迎着那光芒向那棵金色的草走去。每踏出一步，那草散发的光芒都会强上一分，对于楚风的压迫也更强。楚风说谎了，此刻他承受的压力远非常人能够承受的，换做其他人早就魂飞魄散，第一时间就如肉身一般化为灰烬了。就算灵魂强大，抗得住第一波冲击，但也承受不住此地带来的痛楚。楚风的肉身相比于同境界的修武者，那是较为强大的，甚至比许多宝物都要坚硬。可就是那样强大的肉身，能够瞬息之间被瓦解摧毁，由此可见这种攻势力的恐怖。而这种攻势并非只是发动了一次，其实它是源源不断的。被那光芒笼罩之处，就像是一座被火焰充斥的火炉，除非离开火炉，否则便会被持续攻击。眼下楚风就在持续承受着那光芒的攻势，那种痛苦也绝非常人可以忍受。不是楚风自傲，在他看来，就算王强和小鱼儿也未必承受得住。想获得此物确实不容易，就连他也没有把握，他也做好了放弃的可能，但不是现在，是他真的坚持不住的时候才会放弃。楚风深吸一口气，旋即继续向前。楚风，你那传送阵还管用吗？淡淡问。他能从楚风急促的呼吸听出楚风现在的处境不妙，但楚风非要做这件事，他也不会一直劝，可想确定楚风的安全。可以，我若支撑不住，随时可以离开。楚风再度开口，尽管努力想要装作没事，可淡淡还是能够听出楚风虚弱了很多很多。淡淡很是心疼，却没有劝楚风放弃，反而是给楚风打气。你可以的。楚风步履维艰，看似不远的距离，却仿佛相隔两个世界。到的后来，楚风也是意识模糊了，可他还在坚持。终于，楚风走到那棵金色的草茎前，将那棵金色的草抓在了手中。当那棵草被楚风抓到的一看，其释放的恐怖光芒立刻消散，而楚风也是扑通一声瘫倒在地，陷入了昏迷。楚风昏倒之后，却有一缕白光自楚风体内钻出，化作一道身影。这是一个身穿青色长裙、美到极致的女子。此女之美，甚至除了淡淡与小鱼儿外，世间少有女子能够媲美。而她正是神鹿。神鹿了解这棵金灿灿的草，正因了解，他便知道楚风想得到她很不容易。可就算知道不容易，但当他亲眼看到楚风的惨状之后，还是不由得有些动容。都莫说那苍白的脸庞、发青的嘴唇，
就连楚风的灵魂都出现了裂痕。神鹿很难想象是怎样的意志力能够让楚风坚持到这一步，难怪你能得到那么多伙伴的信任，你确实配得上他们对你的信任。神鹿看着这样的楚风，那跃进世间悲欢的眼眸中竟涌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动容。之前只是见到楚风为楚风的亲友两肋插刀，那只能看出楚风的人品可靠，但当楚风为他而拼死拼活之时，那种触动便直达内心深处，致使神鹿在看此刻的楚风，眼神与之前全然不同，不免也流露出些许心疼。